此刀重达69斤，刀背厚，刀锋薄，刀主王武号称神州第一刀，长刀所向少有敌手，最终更是为国征战，为友复仇。时至清末，甲午战败，满清政府向日本乞和，割让台湾并撤走驻军黑旗军。台湾子民愤慨莫名，自行组建义军大刀队，誓死抵抗外敌入侵。挥不掉英雄泪，忘不了家国恨，壮士一去不复返。入夜，大刀队潜行至日军军营，忽见寒光一闪，敌人已是身首分离。以迅雷之势，顷刻间将所有哨兵解决。奈何军营外围地雷密布，刹那间大刀队损失惨重，同时也惊动了所有敌寇。数尺大刀终究敌不过长枪短炮，终是寻到机会冲杀至近前。大刀队统领王武借此纵身冲入敌营，身如鬼魅，奋勇拼杀，手中大刀可饮敌寇鲜血。可眼见身边大刀队员不断遭劫，只能以长鞭沾染火苗，随即一刀斩断，拍向敌寇军火库。霎时火光冲天，轰鸣不断。王武飞身上马，目标直指日军司令，手中大刀奋力抛出，劲力瞬间洞穿身躯，将其钉死于日军军旗下。然而大刀队如今仅剩一人，王武悲愤莫名，只觉故国非国，有家无家，跃下悬崖，了此残生。转眼数年过去，慈禧太后依然只手遮天，清廷格局腐朽依旧。明士谭嗣同与其婢女九金赶往京城，准备主持后世盛名的戊戌变法。此时城中忽然冲入一帮土匪，谭嗣同二人静观其变。土匪们四面埋伏，他们所要伏击的正是清末名将袁世凯。袁世凯似有所觉，命手下士兵混入灾民中。待土匪冲出时，立时飞身而起，弯弓搭箭，射杀当先几人。然城门燃烧，殃及池鱼。谭嗣同与九金武艺不俗，施展轻功救出大批灾民。这时一辆马车受惊横冲直撞，谭嗣同阻拦不及，忽有人影浮现，射出圆环，割断绳索，把住马车，卸去冲力。背上的黑旗义军纹身却被谭嗣同识破身份，正是曾经大难未死的王武。自刺杀日军司令的行动中惨败后，心灰意冷，辗转到此，从此隐居乡间，不问世事。谭嗣同随后而来，声称自己想打造一柄好刀。王武神色淡然，他清楚谭嗣同要刀是假，要自己才是真。只是今时今日，哪怕再锋利的刀也早已蒙尘。见谭嗣同还要再劝，王武收拾火炉，言称炉中无火，何以重现宝刀锋芒。谭嗣同明白，王武是觉得清朝气数将尽，可哪怕如此，他也愿意以手代柴，扶大厦于将倾。赶来的袁世凯急忙将他拉回，劝他人各有志，更何况天下多豪杰，何必痴求一人？谭嗣同却不以为然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然而王武看似未曾理会，心中的星火却已重新燃起。追上谭嗣同二人，天涯路远，从此振翅起飞。待三人赶到京城，谭嗣同指着城门楼询问二人他像什么。袁世凯志在功名利禄，言称这将是记载三人功绩的里程碑。王武却说像一座墓碑，不知埋葬了多少英雄豪气。很快，在谭嗣同等人的支持下，王武创立强武学会，为祝贺他开设武馆，谭嗣同与袁世凯一起送给他一柄绝世宝刀。王武持刀随心舞动，果真是雄姿不减当年。转眼半年已过，新政计划也在如火如荼般进行。谭嗣同以毕生心血写下一本人学，得到皇帝赏识，意图来一场彻底的变革，救亡图存。袁世凯眉头紧皱，劝他凡事都应以中庸为道。王武听闻谭嗣同救国之志，举杯预祝他一展宏图，却不知三人的关系已开始走向分歧。多日后是亲王一年一度举办的演武大会，即座下供奉有京师四大高手之二。王武受邀参加，却见到一位日本武士。此次大会优胜者可代表王府挑战这名武士。比武开始，各路高手各展武学，王府客卿花拳王不停之子也在其中。但布公子招式力气十足，哪怕对手认输，依旧狠辣出手。只要义亲王没有说错，在场众人也不敢另有他言。眼看另一位挑战者即将遭难，王武适时出手击退布公子，只用数招便灭了他的嚣张气焰。儿子打不过老子上场，言辞中满是挑衅之意。眼见对方咄咄逼人，王武只得动手。
数丈圆台，一场龙争虎斗，略一交手便尽显两人武学修为。可任凭不停花拳凌厉如风，终究还是王武略胜一筹。王武却为他留足脸面，不停也就坡下驴，属实是心照不宣，假装平手，却也让不停弟子小川侧目，令武士拍手叫好。入夜，小川来到强武学会，他早已对不停传亲不传外的行为不满，转而投身王武门下。大会一战也让武馆声名远播，大批武者前来拜师，强武学会也日渐兴盛，颇得民心。然而此次演武大会得利最多的当属袁世凯。为了名利，他已暗中投靠义亲王，接受了亲王所赠宝剑，并提议他招揽王武。义亲王遂将其召来，声称要举办中日武术协会。可亲王本身是保守派，厌恶新政，王武自然不会买账，更不想与日本武士扯上瓜葛，断然拒绝，拂袖离去。此举令亲王震怒，这等高手如不能为自己所用，就绝不能留给他人。王武实际为演武大会胜者，却得令不可与日本武士比武。哪知武士径直前来，言语间故意挑衅王武。王武怒气上涌，拔刀相对。此时王府官差突然上门，武士见状立即收刀，称王武刀法不俗。袁世凯以私斗为名，要将王武押往王府走个过场。王武未曾生疑，却不知此番已经中计。谭嗣同听闻王武被押进王府，立即请来皇帝手谕，心急如焚，强闯亲王府要人。见到王武无事，这才作罢。待王武等人回到武馆，却发现数名弟子已然身死。通过所受伤势，王武断定这是天绝手，而京城中会此绝技的只有王府另一位客卿神手奥白。谭嗣同明白，保守派针对王武只是表象，实际上却直指新政。为今之计，只有立即反击，逼迫慈禧太后让权给皇帝，而可用的兵力却只有袁世凯的新军。两人秘密约见袁世凯，将所有筹划尽数告知。眼见王武持刀作势威胁，袁世凯一口答应下来。可当独自饮酒时，袁世凯内心混乱，再无掩饰，饮到醉时拔出亲王所赠宝剑，一边是前途未卜的风险，一边是唾手可得的名利。终于他做出了选择，一剑挑起桌上的人学书籍，斩成碎片，表示着他与另外两人就此决裂。便在一日，酒精慌忙冲入武馆，声称谭嗣同被抓，新政主持者康有为逃离，标志着变法彻底失败。王武当即闯入天牢救人，哪知一路走来未见守卫。此时忽有一人持刀杀来，乃是京城四大高手之一的于万山。原来并非天牢守卫疏松，而是只有一人便足矣。霎时间，两大高手齐动，刀锋挥舞，交错出道道残影，金羽之声不绝于耳。两人在木桩上身形交错，终归是王武凭借着出神入化的刀法险胜，令于万山甘拜下风，转身离去。王武就要带好友离开，哪知谭嗣同却是心如死灰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走得出天牢，走不出天下。与其如此，不如让他用性命去激励后来人。随即，王武刀尖点指青画，以血为墨，写下绝命诗：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王武眼含热泪，他相信今日谭嗣同只是败在气数，中国一定还会走上革命的道路。隔日，谭嗣同被押往刑场问斩。随着斩首令箭落下，一柄似曾相识的大刀悬在身旁，正是王武假扮刽子手为他送行。谭嗣同欣然一笑，擂鼓声愈发急促，场面也愈发凄凉悲壮。待鼓声骤然停止，王武迅即挥刀斩落。新政既已失败，王武再无顾忌，找袁世凯生死一战。三人本是同心进京，却是这般结果。或许是在京城外的门楼一役，就已注定了彼此分道扬镳。而今剩下的两人只有一人可活，九金等人来与王武并肩作战。王府客卿不停与鳌白也前来围杀。大战一触即发，九金率先含怒出击，对上袁世凯亲信，未过多时，一计直刺，将其力毙。小川面对曾经的师傅不停，经过多日修行，武功大有长进，同样险险胜出。小师兄则是拦住众多守卫，王武刀势如风与鳌白激战，鳌白手段阴险，发出暗器，刚好命中躲闪不及的小川，随即便被王武一刀拦腰斩杀。眼见人手所剩无几，袁世凯亲自持剑杀来，刀
刀剑乱舞，残影重重。万没想到，袁世凯的武功竟是与王武不相上下。饶是王武一身武学尽出，也是险象环生，终是一招不慎被其刺穿大腿，竟是落得两败俱伤。王武挥刀斩落，逼得袁世凯放弃长剑，再将其抛出洞穿不停。袁世凯趁机点燃灵位后的炸药，久经心系谭嗣同的灵位纵身来接，当场就被炸得血肉模糊。此时义亲王带领火枪队赶到，眼见即将复仇无望，王武奋力抛出手中刀，却被亲王以刀截下，未能得手。面对众多火枪，王武自知不利，只求在黄泉路上能与好友并肩同行。一代忠义豪杰就此悲壮落幕。